近期，美国政府操纵网络舆论、干预民众认知的多项内幕被披露。推特新老板马斯克日前还自揭家丑，曝光2年前推特曾删除特定的政治内容，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另有多位调查记者相继起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美国国防部，曝光美国将社交媒体变为新冷战的武器，在中东等地实施网络舆论战。美国独立调查网站拦截近日披露，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早在5年前就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在中东等地散播虚假信息，以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妖魔化他国等手段干预民众认知，持续推进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叙事，维护自身霸权。消息是由该网站一位名叫李芳的调查记者从推特获取的内部文件披露的。文件显示，2017年7月，美国国防部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中央司令部官员纳萨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送了一份表格，上面标有52个阿拉伯语账号，要求将其放入所谓白名单。卡勒当时称，这些账号都属于美国政府，要求推特优先服务其中6个账号。这些账号专门用来粉饰美国的各种罪恶行径，包括声称美国在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无人机袭击是精确的，杀死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平民，以及宣扬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组织，还有散布诋毁伊朗的言论等等。This Pentagon's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operations, their efforts on social media, creating news portals, memes, fake personalities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around U.S. adversaries, kind of pushing fake news or certain narratives that demonize Iran, Russia, other enemies of the U.S. military. 李芳是一位有着10余年报道经验的记者，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竞选资金等领域的报道经验丰富。他从推特一位工程师口中获悉，账号被放入推特白名单，基本意味着免于被标记为垃圾或滥用账号，其内容更有可能获得流量，更便于放大某些信息。李芳还发现，此前五角大楼并未避讳与这些账号间蛛丝马迹的关联，但后来发生了转变，变得遮遮掩掩，将能够反映账号与五角大楼之间关系的信息全部删除。美国每月评论网站文章评论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将社交媒体平台变为新冷战武器。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和一家研究公司就曾联合曝光过美国政府操纵这一新武器的打法。基于对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200多个虚假账号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账号。这些账号按照目标受众所在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群组，以盗用、篡改或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充当头像，以独立媒体、当地居民等虚假身份，在同一时段发出高度一致的内容，通过添加标签、转发请愿等方式把话题炒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前后，中亚群组日均发帖近200条，大肆渲染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所谓威胁。而这些账号已经持续近5年，参与一系列秘密宣传攻势，持续推进有利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并反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叙事。研究人员推断，这些账号部分与美国国防部跨区域网络倡议有明显关联，利用网络舆论认知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信息支援。事实上，有关美国政府操纵社交媒体的消息已发酵多日，特别是推特新老板马斯克和几名独立记者接连爆料称，推特此前在美国大选中多次扮演不光彩的角色。马斯克还直言，自己曝光此事后被暗杀的风险相当大。Frankly, the risk of something bad happening to me, of even literally being shot, is quite significant. I'm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doing any open-air car parades. 据马斯克披露，在2020大选投票结果出炉几周前，有人指示推特员工删除特定的政治内容，并要求平台禁言并审查对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有关乌克兰商业活动发表评论的用户。当时，美国《纽约邮报》因报道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推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纽约邮报》所获得的亨特的电子邮件来自于黑客盗窃。然而，近期披露的信息则让外界看到了真实的内幕。几名独立记者在推特上公开的推特密档显示，2020年1月至2022年11月近3年时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前推特信任与安全主管约埃尔罗斯之间有超过150封电子邮件的往来记录。这些邮件里 ，FBI 官员标记了特定的账户，让推特对他们采取行动。而这些邮件还是通过单向通信渠道发送的。推特的技术高管近日就此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他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他说，推特确实有收到 FBI 的邮件，
但 FBI 并没有直接命令推特压制相关报道，而是说你们看着办。You guys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ith it. This is up to you. Two of the documents did have to do with an 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election or voter suppression. 对此，马斯克表示，如果推特在选举前执行某个团队的命令，压制关键选举中的反对声音，那就是干涉选举。而推特密档还披露，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被封前后 ，FBI 和推特其实一直在私下沟通。用爆料人的话说，就是推特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系是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就像它的一个附属机构。推特甚至还建立了一份黑名单来打压特定人士的声音，降低他们账号的能见度和互动率。除了一些知名人士，普通用户也难逃他们的审查。许多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只是对美国政治现状的评论，但他们依然被推特列入黑名单。舆论指出，美国是臭名昭著的世界头号监控帝国，不仅监控外国领导人，连自家老百姓也不放过。